你好呀，這裡是貓某的投資筆記。Coherent 剛交出一份營收增長 34%， 每股收益增長 74% 的財報，下一季度收入還要繼續加速。可股價在財報後反而跌了 8%。這家公司做光通信、激光器和光學材料，正站在 AI 數據中心從銅連接轉向光連接的浪潮裡，數字幾乎挑不出毛病，市場卻沒有繼續買單，評級是觀望 327.23 美元附近，不建議追高。增長邏輯沒有壞，但現在的價格已經算進了不少未來，合理價值、等待區間和失效條件後面逐一展開。AI 服務器裡的芯片負責計算，但芯片之間還要高速傳輸數據，集群越大，傳統銅連接在速度、距離和耗電上的壓力越明顯，光連接就越重要。Coherent 從材料、激光器到完整光通信產品都有布局，所以收入和利潤率可以一起受益。不過行業空間大，不代表任何價格都值得買。我梳理了4個數字，第一是 20.46 億美元，季度營收同比增長 33.8%， 環比增長 13.3%。第二是 59%， 數據中心與通信業務收入達到 16.15 億美元，差不多每10美元收入裡有8美元來自這個板塊。第三是 40.2%， 這是調整後的毛利率，同比提高 2.15個百分點，相當於每賣出1美元產品，扣掉直接成本後留下約40美分。第四是22億到24億美元，這是下一季度收入指引，中值比本季度還高約 12%， 增長沒有見頂，真正的問題是327美元還剩多少上漲空間。Coherent 的最新收盤價是 327.23 美元，財報後單日下跌 7.99%， 過去52周最低 84.35 美元，最高440美元，當前比高點低約 26%， 卻仍是低點的接近4倍。從高點看，它已經回調不少，從1年低點看，漲幅依然巨大。6月2日，股價衝到 426.89 美元，7月29日又砸到 222.05 美元，8月13日回到 327.23 美元。RSI 为 51.6， MACD 剛轉正，但 ADX 只有 18.5， 說明有反彈動能，卻沒有很強的單邊趨勢。布林帶中軌約301美元，上軌接近379美元。因此300美元附近是第一道支撐，380美元附近是明顯壓力。技術面不適合追漲，最終值不值得等，還是要回到估值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按最近1年的正式利潤計算， 327.23 美元對應的市盈率大約79倍，即使剔除一些特殊項目，按公司調整後的每股收益 5.61 美元計算，也接近58倍。這個價格顯然不便宜。可如果只盯着過去1年的利潤，也可能低估下一年的增長。下一季度公司預計每股賺 1.85 到 2.05 美元，取中值 1.95 美元，簡單乘以4，當前估值大約42倍。問題是這種算法默認未來每個季度都能保持強勁增長，而且產能、毛利率和客戶需求都不能出明顯差錯。我的基礎假設是，下一財年調整後，每股收益達到9到10美元，市場給予33到36倍估值，對應合理區間大約300到360美元，中間值約330美元，幾乎貼着當前價格。也就是說，業務可以繼續增長，但現在買入並沒有多少容錯空間。再看基本面，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最新季度營收 20.46 億美元，正式口徑毛利率 38.5%， 經營利潤率 12.4%， 淨利率約 11.8%。換成更直觀的理解，每賣出1美元產品，扣掉生產成本以後，留下約39美分，最後真正變成淨利潤的約12美分。剔除收購攤銷、股權獎勵和重組等項目後，經營利潤率達到 21.8%， 說明規模放大確實在提高賺錢效率。按全年數據粗略拆開看，股東回報率大約 9%， 淨利率約 11%， 資產每年周轉約 0.43 次，資產相對股東投入約 1.9 倍。這個回報既來自利潤改善，也用到了一定負債，並不是單靠高利潤率撐起來的。公司沒有普通股股息，貝塔約 1.42， 股價波動通常會比大盤更大。現金加短期投資約 19.87 億美元，總債務約 32.22 億美元，淨負債約 12.35 億美元，債務本身還不算失控。真正需要盯住的是現金，
公司全年收入增長 22.5%， 但經營活動帶來的現金只有約8000萬美元，廠房和設備投入卻達到 11.03 億美元。收入越快，擴產越燒錢。庫存也從 14.38 億美元升到 25.81 億美元，增幅接近 80%， 遠高於收入增速，應收賬款增加約 39%。如果這些庫存很快交付給客戶，他們就是未來增長的準備。如果客戶建設節奏放慢，他們就會變成壓在賬上的資金。公司過去1年還發行了接近20億美元普通股，平均股數明顯增加。這意味着企業利潤在增長，但每位老股東能分到的份額會被稀釋。所以這家公司下一階段最重要的證明，不是再交一份漂亮營收，而是讓增長逐漸轉化成現金。我基於現有財報梳理了3種經營情景。樂觀情景給 25% 的概率，合理價格在400到460美元。出發條件是數據中心業務繼續保持約 50% 的增長，新增產能順利爬坡，毛利率突破 42%， 新產品也按計劃貢獻收入。這個區間相對 327.23 美元有 22% 到 41% 的上漲空間。基礎情景給 50% 的概率，合理價格在300到360美元。收入繼續較快增長，毛利率保持在 40% 到 42%， 但擴產投入和股本增加，現值估值繼續上升。當前股價就在這個區間中間。謹慎情景給 25% 的概率，合理價格在210到25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客戶建設節奏降溫，庫存繼續快於收入增長，現金改善落後，市場不再願意給高估值。按照3種情景的中值加權，結果約330美元。和當前價幾乎沒有差別，財報很好，但賠率並沒有因此變得特別好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評級維持觀望，基礎合理區間是300到360美元，還沒有持倉的話327美元附近不追，第一觀察區間放在270到295美元，這個位置既低於基礎估值中樞，也接近前期價格密集區，能留出一點執行誤差。若股價回到225到245美元，同時數據中心增速、下一季度指引和毛利率沒有惡化，可以把它作為第二觀察區間。已經持倉的話，可以繼續觀察380美元以上，逐步降低高估值帶來的風險。400美元以上則需要更強的盈利和現金兌現才能支撐。需要重新評估的條件也很明確。數據中心與通信業務增速明顯跌破 30%， 毛利率跌到 39% 以下，庫存遠快於收入增長，或者收入上漲了，經營現金卻遲遲沒有改善。總結一句話， Coherent 已經證明自己是 AI 光連接週期裡的重要受益者，但327美元附近買到的是高增長，不是低價格。等待估值回到270到295美元，或者等待現金流追上收入，比看到一份漂亮財報就追進去更有耐心，也更有餘地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Coherent 或者 AI 光通信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